甚至你自己会觉得孤独吗？可能我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但是也许吧。下班。好恐怖！明天就有演唱会，我今天还在这唱了几个小时。下班。是吧？你去演唱会。明天新主题，深深的第一站就加出来。OK。加油！加油！加油！Hello， 我们又回来了。是的。蛮受艺术。对，说当然乐队练过的也有报。就是说差一点。然后标好像是我们那就 Ruby。好的。好的。好，下班。Looks like a far, far away, all by the road, waiting for the one to find a way back home. 这就是真的拜拜。有一些也还在本来就，但是刚刚讲的那些我。没关系，总会有那一天的。承诺是超越毁灭的存在，承诺是运算再精密的你也无法预测的。承诺就是。我在很多你的采访当中听到你自己提说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生活嘛，下了班以后就开始自己一个人独处。我很喜欢啊，看电影对吧？我很享受啊，对啊，游戏对吧？对啊，听歌啊，唱歌啊。你还记得上一次非工作原因你自己出去吃喝玩乐，或者跟朋友一起吃喝玩乐是什么时候吗？团建的时候，那算工作是吗？问到我了。去年、前年，我有一次去云南的时候。去年。啊。遥远的事情了。我真的。你不喜欢社交。对。甚至比不习惯还要严重一点点。我不喜欢社交，对，所以我喜欢我的工作。你是从小就不喜欢社交，不喜欢跟人接触，还是说是因为成为艺人之后慢慢的？不是成为艺人之后，我觉得，哎呦，虽然小时候的我还是比较傻乐活，就可能攻击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变声期的时候肯定很多，但那一刹那可能它多少影响到了我的一些，就是性格吧。对，因为毕竟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就是会无意的去伤害到别人，但那一下的伤害就像缝合一样的，你再去缝，它还是有伤口在，但并不代表我们不值得被爱嘛。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尤其是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种不安全感？有啊，我觉得这个不安全感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克服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无论是歌手还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所有的编剧，我们都相对来说，我们情绪的触角都比较敏感。所以你就是可以感觉到别人的微表情啊，整个气氛的变化，你控制不住的。刚好是因为有这些可能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可以让你更好的展示你的才华。如果我没有那样的触角，我怎么去唱歌？我觉得一个故事每一首歌都打动不了我。但可能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了。敏感对于一个歌手来讲，对于一个创作者和表达者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情，非常重要。对。但是对于生活来讲，对。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就像有的歌手，他可能当他喧嚣之后，他就喜欢通过社交的方式来获得能量、自我修复，对吧？对，我觉得有，但你不一样。对，我不是，我自己维持我状态好的方式是，我自己去独处的时候。因为如果反而让我不停的去社交，让我去干嘛，我可能会精疲力尽，我会每次上台的时候可能就会没力气，我就会觉得啊，好累啊。我都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去唱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讨厌唱歌，可能刚好是把我生命当中我觉得有点影响我自己状态的那部分摘掉了。当然不可能完全摘掉，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跟所有人打交道。当我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存在的方式之后，我才可以更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其实挺开心的。很享受这种独处和孤独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吗？我很开心，可能我还暂时没有觉到孤独。可是你有在采访当中说过一句话，你说，哎，其实内向也挺难受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内向难受是因为还是跟表达有关系，就是你不敢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真实的
想法或者是真实的感受，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内向其实就很难受。对，我觉得是那一点。现在我觉得那一部分的周深已经蜕变了很多，就像很多人跟我说，周深你应该自信，但是我知道他们很善良，是想鼓励我，但是不可能的。就一个人变到完全自信，我都不知道这中间得要发生多少的大事，他才可能变成完全自信。我只能说，我现在比以前的人自信了非常多，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因为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你在舞台上的形象，你看到你在综艺上的一些形象，你是一个非常欢乐、非常主动、喜欢跟人打成一片的人，甚至有人形容说，深深就像是一条鲶鱼，喜欢在水中搞气氛，不允许冷场。因为我害怕尴尬啊。还是刚才说的讨好型人格，对吧？有点吧。说实话，我看见非常自信、乐观的艺人朋友，我会很羡慕他，因为我明确知道，就是他从小就是在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我很羡慕。但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也尽力了，他们就是要给我们赚来我们的饮食的费用、我们的生活费，他们就是要起早贪黑。很多时候就是早上我一睁眼的时候，他们就去上班了；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回来，或者是为了能够再多一点点摆地摊，凌晨摆到个2、3点，就是跟父母的见面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我也很羡慕别人，就是自信啊，羡慕别人在爱的环境中长大。那我没有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当中出现过的善良的人，给我爱的人，他都是穿越时空给我的一个礼物吧。对，但会羡慕，就小的时候你看见就别人跟自己父母相处跟好朋友一样，你会觉得哇，到底怎么做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境吧。很多人只能看到可能在舞台上非常欢乐的你，给大家带去温暖和力量的你，但是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那么多。我其实自己挺好奇，就是说这一路走来，也从你刚才的眼泪当中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困难艰难，你有曾经想过放弃吗？但是我没有其他选择哎。你要说想没想过放弃啊？放弃音乐？音乐从来都不是我人生规划当中的一条路。我家里没有人学音乐，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环境。它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礼物。对，哪怕小的时候可能老师会说你唱歌很好听，那也就是唱歌很好听，也并不是说你要干嘛。所以你说放不放弃音乐？一开始我就放弃了音乐，从来就没有选择过音乐，所以我才去的医学院。而是后面我觉得真的是生命和歌迷选择了我，所以从那一刹那，我觉得有那么多人从下面喊你的名字的声音，一个人变成10个人，变500个人，变5000，到现在5万，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放弃可言了。是你自己内心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念，你想要继续走这条路？有很多无力的时候，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想过放弃。对，这2个字没有出现过。我喜欢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跟音乐是兜兜转转，最后相遇的彼此。也是因为那次生病，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哇，原来我的声音是礼物。对，就真的，人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动物，别人跟你说1万遍都听不进去，但当你好像感觉要失去它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它那么宝贵。就以前就是说话也说不出来，都破音，你更别说唱歌了。所以当康复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我的声音是我的超级大礼物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哦，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吧。所以就想好好唱，所以还是有一定理性在的。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自己在家的时候，我会通过录音去发到网上，给大家听见，然后去用各种方式去给自己争取舞台。那我觉得放弃，没有。很多人在帮你。对，而且大家真的就是因为觉得周深唱歌好听，大家在帮我，所以太幸运了。对，所以你怎么能放弃呢？不可以。谢
谢直播间哥哥们给的礼物。Hello，只有我一个人素颜，是不是？对，姚 PD，我也是素颜，好吗？其他的，是素颜，其他刚进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哇，这个人太吵了，我的天哪！所以诗诗趁彩排的间隙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来看一下今天非常精彩，但是没有我的那一期的跑男。哎呀，那老精彩了。我以为在连线。就在彩排当天的下午，化妆间气氛最紧张的时候，有一档综艺节目突然间说要跟周深做一档直播连线。我看到他是非常迅速的就切换了自己的状态，以一种很开心、很自如的方式跟其他现场嘉宾互动起来。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害怕尴尬，怕辜负工作人员的期待。其实他也曾经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说他有这样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讨好型人格，理论上来说，就是一种被恐惧所驱动的自我消耗。凯哥先问问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便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毋庸置疑的顶流了，但有些事情还是没有改变，有些伤口还是没有缝合。大哥，拜拜。我是真的是2014年7月份。那个舞台开始看的，你知道吗？就是《欢颜》那首歌给我带的震撼。但说实话，那个舞台其实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你、听到了，但是也并没有直接的成就你。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你一直在打破一些东西，你打破了一些行业人士的可能一些刻板印象，你也打破了一些当时的观众音乐的审美。所以这也是我之前一直说，就是我觉得我比就大部分歌手会多一段接纳的路。就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因为好奇。会因为猎奇会对我感兴趣，但是我现在不停在做的，出道那么多年在做，就是把大家把那些东西都抛开，然后去看我唱歌。我觉得我现在挺厉害的。对，11年后的今天，你比当时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选手可能都要成功。我觉得不能这么比，我觉得应该比的是当时周深对自己的定义就好了很多，因为当时我就看自己，我就觉得。你可能就是大家就好奇听一下你的歌，你可能真的你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你要唱自己没有人愿意听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反而是给之前的自己狠删了个，没有那意思，就是有让自己刮目相看，就完全是超乎我的意料。所以您说我怎么能够不焦虑？就是我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路，让大家去接纳了歌手周深，有这样一个歌手的存在。第一次要亮相的时候。下面人家这最真实的反应就是啊，这个样子还会唱歌吗？这都是最真实的反应。当然有非常非常多很善意的评论，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我已经习惯了的评论，但那些也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的是，我好像让很多人接纳了歌手周深的存在。以前的你可能在很多人眼中似乎有点边缘，尤其是在10多年前你刚出道的时候，但是现在。你已经唱了200多首歌，而且你上了很多的主流舞台，包括央视春晚。你有感知到这种大众审美的这种变化吗？说实话，有想过啊，要是在20年前，我会不会也会拥有很多的一些代表作，或者一张很多很流行的专辑？但突然我就会想啊，20年前可能别人根本就无法接纳这样一个歌手的存在，所以也很感谢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是让大家去看到了，就越来越接纳度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多人也愿意去释放那个善意。我永远都相信善良、正直，对，我觉得这2个东西它就是最重要的存在。相信善良和正直，对，我觉得这2个东西太重要了。但是，可能以前我们身边人有忘记，大家要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我觉得这3个东西它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我去的每个地方，我更想去把这个善意也喊出去。坚持善良和正直，所以你才会一路的打破一些东西。除了一些行业的一些刻板印象之外，包括大众的一些审美，你让大家感知到一种可能原本不在他们审美范畴当中的一种声音的美好。我们说音乐都是有标签的，但是你似乎在打破一些标签。但是说实话，我没有刻意去要打破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去刻意打破任何东西，我是被他们框住了。就像今天我的那个秀一样。如果你要刻意的去为了打破任何东西去打破，那你一定会在里面永远出不来。对，我觉得可能刚好是因为我的不自信。如果我是一个自信的，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掰翻你的偏见，然后我就可能就困在那个话当中，就会像那个秀的结局一样，
只有在门里怎么都出不来。我相信每一个人吧，其实在生命当中都会有那么一段时光是不被看见、不被听见、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甚至没有机会去证明自己的。对，也许此时此刻，包括今天晚上，体育场内有很多在听你唱歌的人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煎熬。对，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高度去给大家建议，因为你走出来了。我可能还是只有那一个字，就是熬。熬。在以前我出道的时候，也没有舞台，而且哪怕有了大鱼之后，也没有舞台，因为大家可能听过大鱼，但没人知道谁是周深。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你的方向对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就坚持，坚持。在此之前，熬一熬。我现在在慢慢往回看，我们刚才说你的压力也好，你的焦虑也好，你的完美主义的表现也好，其实我有一个新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你有想要做的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想通过表达的这样一种方式去鼓励别人，然后可能这种想法比以前可能会更强烈、更明显一些。对，因为我很想隔空拥抱一下每一个听众。我相信我们能够坐在一个场馆里，无论他是不是生米，还是说他只是听过一两首歌，我们一定身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才会聚在这里。我知道你可能会很多瞬间你坚持的很难受，你会不停的动摇，你会觉得啊，要不就放弃吧。我真的也很想跟他们说，就可能有一些你觉得困扰你的东西，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真的是帮助你的。他们就一直在陪伴我去克服很多我觉得自己都没有办法迈过去的坎儿。对，所以我觉得我也想去陪伴他们，我想让他们也听到他们给出去的爱的回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在跟谁说话，我就是在跟很多不同的自己说话，很有可能就是70、80岁、80、90岁的以后的自己在看着现在自己，我觉得啊，这个小伙子也挺努力的。然后也有看到小朋友嘛，他们也会在跟着唱，你会觉得哦，也许他们会因为某个瞬间会觉得可能他们也要努力的去找到那个喜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幸福。演唱会真的是我不停的自己在跟自己的对话的一个过程。哎，你还是目标吗？我从来没有过目标啊。哎，那咱们这样子说好了。哦，不要给我立 flag， 我不听。你认为什么样的状态是小美满的状态？现在就是有歌唱，有舞台上，有演唱会开，哇，这小美满，这超级无敌大美满了。幸福到炸。还是跟工作有关？你就没有想过放假吗？我放假干嘛？辛苦啦，跟工作室的人说，对不起。我觉得网评论上有个很可爱，他们说你看周深工作努不努力，你看他工作人员就行了。来，辛苦了。这样给大家一个镜头，看大家有没有精疲力尽。大家都跑了，你看，周老板，谢谢。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好了，深深，我是不是社交的时候很尴尬？没有啊，然后我就发现你还是挺游刃有余的，你不觉得吗？我不喜欢不代表我不擅长。等一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回家里。第一件天玩个游戏，这是好的倡导。我先熬夜看个剧，不对，不是这个。那我现在真的就很想回去熬一下夜，放松。开心就好啊，放松就好啊。对，这是我。你真的压力太大了，需要放松。对，就是我自己赋能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就是自己去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这点真的很重要。希望你以后只能找到了。何老师，哎呀，你一直鞠躬，你真的是一直在台上台下都鞠躬。谢谢何老师，谢谢，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拜拜。拜拜。
拜，再见，再见，下次看你演唱会。Hello， 申申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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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接触下来，我还是挺欣赏周深身上的那种不自信的，因为它会带来一种恰如其分的边界感和分寸感，让人非常舒服。而且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人敢于示弱，敢于直面自己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未知的敬畏吧。这恰恰让我看到了某种非常特别的力量感。周深用音乐温暖了很多他的歌迷和听众，给很多人带去了力量。但我真的希望，他也能用音乐治愈他自己，帮他缝合那些曾经的伤口。我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好不好？